绑定嚣张恶毒系统。我颤颤巍巍地对杀人如麻的男主说：看你一眼都嫌脏。顶着他杀人般的目光，我一鞭子抽在他身上。晚上我等着他来杀了我，结果他跪在我脚边，双手奉上小皮鞭，声音渴望，眼神疯狂。再抽我一次，重一点啊！把他抽爽了。车祸死了之后，我穿书了，绑定了恶毒女配系统，只要我走恶毒女配的剧情，就能得到新的生命。只是看到书名的时候，我当场就哭了。名字叫《恶毒女配被男主杀到多少个了》，是我死前看的最后一本小说。书里的每个恶毒女配出现，都会羞辱身为皇子但极为不受宠的男主高湛。从高湛幼年时期，身边的宫女、嬷嬷、太监，到他长大后遇到的各种千金小姐或者丫鬟婆子，通通被他杀了。他是个大变态，类似汉尼拔。看的时候觉得挺爽的，因为看到那些欺负人的恶毒配角都被杀了。但我现在也是配角中的一员了。我穿成的是丞相府的二小姐，齐楚楚，嚣张跋扈，自私任性，不把人命当人命的那种。我喜欢的是出身尊贵的太子表哥，并且一心想要嫁给他。但太子根本不喜欢我，还厌恶我。不过因为两家有亲戚关系，又要丞相的支持，所以他不会把讨厌表现出来，反而时不时撩拨一下我的心，比如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或者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而我为了讨好太子，就一直对高湛各种侮辱陷害。书里的结局是我当街纵马，结果马发疯，我差点被摔死，结果被高湛救了。我不感恩，反而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讨好我爹，所以不客气地抽了他一鞭子。其实还骂了更过分的，骂他娘下贱爬床，他和他娘一样。我不想干恶毒女配，但系统说了，我干了恶毒女配的活，他就不会让我死，给我重新找一具身体。我只能哭唧唧地同意。马匹受惊的时候，果然是高湛飞身上马，从后面抱住我，然后勒紧了缰绳。但疯马在一直嘶鸣不断的情况下，还踢翻了好几个路人的篮子，差点踩伤了人。最后高湛见马实在控制不住，把我抱起来飞到地上，扔下我，然后拿刀把马从脖子那里斩杀了。他好帅呀，不愧是杀了那么多人的男主，这手法，这身姿，这一身凌厉像要索命的气势。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系统催我上去羞辱他，狠狠羞辱他。刚刚他碰到了你的身体，说他脏得很，也配碰你，说他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他就是地上的蛆。我打了个冷战，看着地上还在狂喷鲜血的死马，我后退了一步，假装听不到系统的声音。结果心脏传来剧烈的疼痛，那一刻好像我整个人都要被撕碎了。我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恨不得立刻死掉。那种痛苦我再也不想承受第二遍了。系统冰冷的声音响起，宿主如果不走剧情，那么将被电击致死。我们的电击都是在心脏处电击哦。我感觉额头的冷汗都滴了下来，眼泪也大颗大颗的落，真的太痛了。你怎么了？是不是伤到哪里了？一只手指修长骨节分明的手扶住了我的手臂。书里多次描写男主的手好看，当然描写他手好看都是在他一刀一刀把羞辱他的恶毒配角给杀了的时候描写的。想到那种痛彻心扉的痛，我一把推开了他。比谁更变态，比谁更反派，比谁更恶毒是吧？我宁愿死在男主手里，也不愿意死在系统手里。在他惊愕的目光中，我大骂道：你凭什么碰我？你这个臭男人，不知道多脏！我呸了一口，一边哭一边道：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高看你一眼，就会喜欢上你。这时太子和身后跟着的一群公子哥过来了。太子每次过来，我就会更激烈的羞辱高湛。之前还都是小打小闹，我最多不屑的看高湛，或者呸一口什么的，或者说高湛哪里配和太子哥哥走在一起什么的。所以现在太子过来，目光不留痕迹的嫌弃了一眼高湛，见我看到，又爱意缱绻的看着我。他想我犯蠢，帮他骂人的时候就这样。我怒从中来，你给本小姐提鞋都不配，你不就是武功高强吗？你不就是有勇有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在高湛错愕的目光中，我继续骂道：你以为你武功高强，你以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个世界就会善待你吗？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因为你的娘亲只是一个洗脚的宫女，身份卑微，所以你就算是皇子，就算有能力，还不是没有用武之地。我轻蔑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世人不看重才学，只看重门第。你看看你这个丧气样子，一天天地，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你似的。啊呸，比你怀才不遇的人多了去了，你还能吃饱饭，人家饭都吃不饱。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本姑娘告诉你，本姑娘有的是钱，本姑娘才不会欠你的。阿福，去抬一箱金子过来，本小姐的命值钱的很，把钱给你，咱们两不相欠。我刚想走，系统道：言语羞辱了，也提到他妈了，但你没抽他。电击警告，电击警告！我愤怒的转身，你刚刚还敢碰我，我都脏了，我抽死你！我拿出自己的红色小皮鞭，狠狠抽在了他的胳膊上。阿福很快给了他一箱金子。太子叫住我：楚楚，你受苦了。我停住脚步，忙问系统：可以骂其他人吗？系统沉默了一下道：本系统只管你有没有对男主使坏，其他人不管。我深吸了一口气，又开始骂道：你们这些人看什么看？马踢翻了你们的摊子，又不是我，哈，还不是想坑我的钱，给就给。本小姐最不缺的就是钱。阿福给他们一人1块银子。我怒视着太子：每次出事不见你，危险解除了，你倒是出现了，你真是废物。说完，我同样轻蔑地看他一眼，转身就走。不行，我马上就要死了，再不骂完我就太亏了。这么想着，我双手叉腰，学着大妈骂街的架势。你一个太子殿下，天天勾引我，看我骂你的弟弟，你还一言不发，甚至鼓励地看着我，我真是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男人。
我继续道，还有，别想着讨好我，我爹就会站在你这边。我告诉你，我爹是3朝元老，人家境界高着呢，指忠心皇帝。我爹还是大清官，灾年的时候，我爹亲自去赈灾，和灾民吃的一样。我吃的用的花的，都是我娘开铺子赚的钱。就你送我那些破首饰，我看都不带看一眼的。小气鬼！太子脸色铁青，手都握成了拳头。他不高兴才爽呢。我又看到他身边的小太监，小李子，你这个狗奴才，没少在我面前编造是非，说九皇子高湛欺负太子，还说高湛给太子砸小人。我呸！我怒道，你们就是把我当猴耍，就是你每次都让我去羞辱高湛。我做了什么孽呀？人群安静如鸡，只有我的哭声震耳欲聋。眼前递过来一张帕子，是高湛。我拍开他的手，癞蛤蟆，本小姐才不会喜欢你。我刚说完，人群中一声怒吼，齐楚楚，你又闯祸了。刚刚经历了电击，我预感自己又要吃一顿竹笋炒肉。我那丞相爹来了。我感觉气血翻涌，命不久矣，直接晕了过去。晕过去前，我感觉高湛抱住了我。我醒来的时候，丫鬟阿福激动道，老爷夫人，二小姐醒了。我感觉头又晕，浑身都痛，心脏也痛。要是再被电击几次，我直接可以原地去世了。大夫给我号完脉道，小姐脾气太大，气血上头，所以晕厥。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过于激动。大夫走了，下人也出去了。我爹怒道，你这个逆子，我一生的名声都要被你败光了。你说你当街做马做什么啊？你想骑马，不能去马场，不能去郊外。九皇子救了你，你不仅骂他，你还抽他，你连太子也敢当街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娘忙道，哎呀，他虽然骂了九皇子，但是给了他一箱子金子。他虽然骂了太子，但这正好，咱们之前还担心他脑子进水，去给人做妾呢。虽然是穿书，但我这对父母是真的好。我看着他们最后的结局是太子登基，我爹劝他勤政爱民，不要贪图享受。结果太子听到是说我爹的心脏就如比干的心脏，吃了对身体好，所以他就挖了我爹的心脏吃。我娘自尽了，因为奸臣当道，家里被抄家，全家被流放岭南。我撅嘴道，我骂的不对吗？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嚣张跋扈，我才不管呢。说着我就哭了起来，我马上就要死了。他妈的，我都给高湛黄金了，他能不能放过我呀？我娘抱着我哄了半天。我爹下令给我禁足，晚上我把所有想吃的好东西都叫厨房给我做了来。家里有3个哥哥1个姐姐，3个哥哥都娶妻了，存在感不强。大姐已经出嫁了，存在感也不强。他们就是些配角，还不如我爹的戏份多。我爹看着一桌子的菜，瞪着眼睛，这是你最后一顿，吃这么多。我又开始哭，被他说中了。我娘打了我爹一下，他刚刚才受了点惊吓，多吃点怎么了？那马多吓人啊。几个哥哥嫂嫂也劝，是啊，爹，小妹这次受惊了，将来肯定就懂事了。我爹恨哼了一声，他不把我气死，算我祖坟冒青烟。我擦了擦眼泪，看着一桌子美食，振作了一下精神，开始干饭。好吃，真好吃，真的好吃。我在院子里捧着自己的肚子，足足走了1个时辰，才感觉没那么撑，去洗漱睡觉。我穿上了最华贵的裙子，躺在床上平静的赴死。我都快睡着的时候，窗户咔嚓一声，然后翻进来一个人。来了，高湛武功高强，我都不用反抗了。他撩开了我的纱帐，和我四目相对的时候，他愣住了。我只能寄希望于系统真的会复活我了，所以我继续轻蔑道，狗贼，想杀我，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来吧，杀呀，是个男人就给我个痛快。我闭上眼睛又说了一句，告诉俺娘俺不是孬种。呜呜，说着我就感觉热泪滚落了出来。我这一生如履薄冰，半晌我感觉我的脚上冰凉。我睁眼看到一个变态正在摸我的脚，四目相对，高湛虔诚地吻了吻我的脚背，他的声音阴哑，眼神渴求，楚楚，你能再抽我一鞭子吗？不抽我睡不着。我的沉默震耳欲聋。他还捧着我的脚闻了闻，赞叹道，楚楚，你的脚好香啊。我还在宕机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响起，羞辱他，每次遇到男主你都得羞辱他。我闭了闭眼睛，你连给我舔脚都不配，狗东西。他的眼睛立刻就亮了，然后低头虔诚地给我舔脚。酥麻黏湿的触感传来，我感觉我浑身都软了。结果这个狗东西一路向上，我毫无抵抗之力。你啊，你真是恶心的变态。我抓紧被子，红着眼睛骂他。我抽出自己的小鞭子，抽在他的身上。他浑身一震，兴奋地盯着我，再抽我一下。我又抽了他一下，然后他突然就撩起100，开始自我帮助。我操，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脸上是一脸玉色，月光洒落进来，他冷白皮的脸上染着红晕。再抽我，别停，你真是下贱，本小姐就满足你。我心不在焉地抽着他，谁懂当面看一个人的活春宫的震撼。结果系统叮叮叮地响起来，恭喜宿主解锁了虐男主积分系统，只要积分满100，宿主即可获得人身自主权。我一瞧，我抽高湛一鞭子，系统就涨2分，我骂他一句就涨1分。我忙用意念问，那我也不用死了是吗？系统，是的。我心想，这个高湛看起来像是有精神病，而且他好像很喜欢我抽他，又对着我做那种事，一看就是个受虐狂。嘿，这还不好办。我怒视他，把你的衣服脱了，我要抽你，你敢脏了我的眼睛。他乖乖把衣服脱了，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和白天那种阴郁到想要杀人的样子一点也不一样。我抽了他好几鞭子，把他都抽红了。不过他更兴奋了。后来我困了，他就像狗一样舔我的脚和手。第二天我醒来时都怀疑自己做了个梦，一看系统果然有积分，不过居然只有8分。系统解释，一个侮辱行为1天的加分顶峰只有4分，意思就是1天内我骂再多打再多也没法突破8分。不过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保命方法，开心。在家里修身养性了几天，每晚高战就过来让我抽他，我再骂他几句下贱，他看起来享受死了。过了几日，我爹看我终于消停了，就准我去参加游园会。我爹娘叫我去看看喜欢哪家公子，我也到说亲的年纪了。到了游园会，果然京中的公子小姐都来了，大家都打扮得很好看。我一眼就看到了被众人簇拥的太子，还有站在角落的高战，有2个小姐围着他犯贱。小姐甲说：“九皇子，你也来参加游园会，想娶个皇子妃吗？”小姐乙说：“可惜啊，虽然是皇子，但连世家子都比不上，没准皇上连一座府邸都不愿意赏赐。谁让九皇子的娘只是一个洗脚婢呢？”高战面无表情，只是握紧了垂在2侧的手。太子正看着他，一副看好戏的样子。自己的狗被人羞辱了，怎么也得过去说几句。我提着裙子，怒气冲冲道：“你们这群扫兴的东西，嘴巴里喷粪，还来这里扫兴！你看看你，脸上的粉都遮不住你的痘痘，还关心人家娘，也不先关心自己。还有你，人家有没有地方住，用得着你管？娶谁都不娶你！”我转身怒瞪着高战，他正满眼亮晶晶地看着我，好像等到了主人的小狗。我上去就给他一鞭子。看什么看？别以为本小姐在帮你说话，你也配？我又抽他一鞭子。你是聋了还是哑巴了？被人骂了还受着？我要是你，谁敢骂我，我大嘴巴子抽他！我正说着，刚刚被我骂的小姐甲一巴掌就要扇过来，我刚想挡，结果高战就握住了他的手，我赶紧左右2下扇了他2巴掌。不用谢，把你打醒也好。小姐甲立刻就哭了。我高傲道：“你哭啥？你信不信？你回去告诉你爹，你爹还得带你来给我爹赔罪。”小姐甲跺跺脚跑了。小姐乙赶紧跟上。我瞪着太子，他立马走开，生怕见到我。我高声道：“太子殿下，看到你的兄弟被人欺辱，你也不管管，那你将来的子民被欺辱，你是不是也袖手旁观？”人群里有人窃窃私语，齐楚楚不是跟在太子身后跑的吗？他怎么现在开始踩太子殿下了？难道是丞相的意思？之前丞相看好太子，现在又不看好了，就让他女儿出来表态？齐楚楚哪里有这个脑子？我看他就是失心疯，皇上就2个成年的儿子，他哪个没骂过？肯定也是太子政绩不行。你看他赈灾、修缮河堤、练兵，没一样拿得出手。之前我还奇怪，齐楚楚这么美，怎么是个瞎的呢？太子的身形晃了晃，走得更快了，周围的人也立刻离我8丈远。我高傲的一哼，又看向高战：“你怎么不走？我怕你想骂人的时候找不到人骂。”他乖乖地说。我啧了一声：“所以说你见得慌呢？你看看你，好歹一个皇子，天天弄得跟窝囊废一样。走开走开，看着就烦。”高战被赶走了，他一步3回头，看得我又想抽他。我发现人的作恶心是会被无限放大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完全不想羞辱高战，很抗拒，后来才鼓起勇气。可是现在我骂他骂多了，就骂得更加自然，打得也更加自然，而且骂他不要脸的次数多了，我真的有点不尊重他了。恐怖！我可是个现代人啊，我怎么可以真的欺负人？看了一眼系统里的分数，35分。我决定了，还是得修身养性。正这么想着，身后传来一声喊：“楚楚妹妹！”我一回头，火气又蹭得上来了。又是太子，他一脸关切地看着我：“楚楚妹妹，老丞相说你得了失心疯，现在好点了吗？”都是我的错，对你关心不够，才让你心里那么多怒气。是哥哥的不对，哥哥给你赔不是。说着，他拿出一只碧绿的翡翠手镯给我，一看就价值不菲。我啧了一声，一把夺过来：“你现在大方了，之前小气巴拉的样子，哪里有太子风范？”他的表情僵硬在脸上，半晌才道：“妹妹说的是，妹妹不生气了吧？”我哼了一声。他继续道：“姑娘家还是要庄重温婉些，要是母后知道你的所作所为，肯定不会同意你做我的侧妃，那你还怎么和我在一起？尤其是对自己的夫君，一定要以服为天，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温柔懂事的姑娘。”我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凉亭外面那些还在赏花的男女，我站起来。太子笑着道：“妹妹知错了就行，不用为了赔礼给我下跪。不过要是还有下回，那我可就真的……”他的话僵硬在了脸上，因为我使劲扇了他一巴掌。为了对称，我又扇了他另一边脸一巴掌。人群迅速拥上来，我大哭道：“你无耻！你居然敢摸我的手！就算你是太子，我也要告你强抢民女！”太子惊怒道：“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摸你的手了？”准备做太子妃的将军之女赵小姐也过来了。我愤怒地指着手腕上的镯子：“这不是你强行塞给我的吗？难道是我自己去抢的？你还说给了我这个镯子，你就同意让我东宫当小妾？我告诉你，我爹再不济，也不会让我给人做妾。你等着吧，我现在就回家告诉我爹，看看你是怎么欺辱我的。”说着，我拨开人群就准备走。高战冲了过来，一拳就打在了太子的脸上。我们全都惊呆了。我知道高战不是个善茬，他一直在隐藏实力，平时都装成一个愣头青。皇帝的皇子一共有13个，高战刚刚成年不久，之前的皇子要么死了，要么都废了，不是喜欢男人，就是逛青楼得了一身的病。当然，这都是太子的生母。皇后的手段，皇后对高战的计谋就是把他养成窝囊废。大家都知道，当今皇帝最爱武功，
他最恨男人唯唯诺诺的样子，所以高湛就是他最讨厌的样子。更何况高湛的生母地位卑微，也没人在皇帝跟前说起这个儿子，就算提起也是不好的。所以高湛变态都是偷偷变态。没想到他现在居然能冲上来打人，打的还是太子。太子已经重心不稳，直接倒在了地上。高湛骑上去就是一顿胖揍。看着太子被打到鼻青脸肿后，我心里解气，但眼看着他就要被打死了，所以我一把推开了眼睛已经血红的高湛。我骂道：别以为你们在这里演苦情戏，我就会原谅你们，恶心的男人。说完，我还轻轻抽了他一鞭子。他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撇撇嘴，赶紧走了。我回了家，我娘问我玩得开心不开心，我想了想，还行吧。她看到我手上的镯子，蹙眉道：谁给你的？太子给的。说着，我目光凶狠，我要杀了他。我娘点着我的额头：你是不是脑子有坑？一会儿喜欢他，一会儿又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又收他的东西，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我爹回来了，让他来见我。说完，我就被扇了一个大逼兜，然后被罚跪祠堂。我爹果然是怒气冲冲回来的，他气呼呼道：太子轻薄你了。我赶紧点头，他不是个好人，要能力没有，要人品没有，之前还欺骗我的感情，说要纳我做妾，还要我感恩戴德。我爹更气了，我道：爹别生气，女儿已经报了一点仇，不过他这样的储君。我爹严厉地盯了我一眼，我讪讪闭嘴。算了，我从别的地方找突破口。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事情，等了半天高湛也没来。等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又黏黏糊糊地亲我的脚，真想把他给踹死。我坐起来打亮了火折子，认真地看着他，他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我清了清嗓子，疾言厉色道：你怎么才来？你也配让我等？我告诉你，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他讨好道：我刚去办了点事。杀人了？他摇摇头：没有。然后他就冲我笑了，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我哦了一声道：你能不能保护我爹，别让他死了？不过我也不指望你，你这种废物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别人？别往你脸上贴金了。他蹙眉：丞相大人会有危险，要是狗太子当皇帝，我爹就好不了。他一辈子都要当个为百姓的好官，将来肯定得不到好的。你们高家的血脉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全是变态。他乖巧的过来蹭我。你放心，他当不了皇帝了。为啥？我奇道：太子是废物，但是皇后不是废物啊，宫里根本就没有皇子是太子的对手。你别说大话了，你就算吹牛吹上了天，我也不会看得起你。就算变态如高湛，他在原文中韬光养晦，靠着带兵剿匪，天下又对新帝不满，他才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造反了。因为想要得到天下，不是靠杀人就行的。高湛蹭蹭我的脸：楚楚，你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我拿起鞭子抽了他一下，然后他兴奋的一把就把我扑倒了，然后紧张又兴奋的舔我的唇。我立刻就扇了他一巴掌，一点力都没收着。他委屈的捂住脸，眼睛红红的。为什么打我？狗东西，舔过脚的嘴来亲我，你不想活了？我踢了他一脚，滚，赶紧滚，我要睡了。他哦了一声，又去捧着我的脚，又开始了。过了一段时间，京城居然有风言风语传出来，说太子不行了。阿福出去打听，说是太子被贼人闯进寝宫给阉了。这个传言因太子一直卧床休养，更是甚嚣尘上。这个传言肯定是得不到证实的。高湛被安排进了户部任职，他还在京中建了一个书院，寒门子弟都可以入住读书。京中很多赶考的学子，不是人人都有钱住客栈或者买宅子，很多没考上的学子也不想回老家，就待在京城等着下次考试。穷苦的就住在寺庙或者好多人一起挤一间屋子，冬天过得更加凄苦。我爹之前就是这么过来的，后来他高中了，娶了我娘，日子才好过起来。高湛建的书院每顿供一碗粥，2个粗面馒头。我爹夸了高湛，说他看起来闷声不吭，是个闷葫芦，没想到做事还挺有章法的。我娘道：他不是没钱吗？他怎么建书院？我爹看着我气道：还不是你生的好女儿，一箱黄金，说送就送。全家都看着我，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怎么啦？我虽然送了黄金，但我也抽他了呀，而且我见他一次抽他一次，他屁都不敢放一个。最后我的所有银钱都被没收了，我成了最穷的二世祖。我和阿福去逛街，然后就在城西看到了那座书院。之前那里是一个染布房，被改成了书院，还挺大。书院名字叫韩氏书院。我们经过时，高湛正被一群书生围住，大家七嘴八舌。高湛认真的侧耳聆听，他不在我面前犯贱的时候，看起来是个翩翩公子。他突然朝我这里看过来，然后说了句啥，那些书生行了礼，他就匆匆过来了。楚楚，你怎么来了？要我带你进去转转吗？我嫌弃道。别靠近我，我用你带，我没长眼睛没长腿。他还是笑盈盈的看着我。我翻了个白眼，看见你就烦，走开，别以为我会看上你这种窝囊废。我带着阿福就走。路过京城第一大酒楼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进去了，点了一桌子我爱吃的。我刚想动筷子，就看到阿福和高湛都规矩的站在我旁边。我啧了一声：阿福，你坐下。我拿出鞭子抽了高湛一下。你还不走？别以为你装可怜，我就会让你坐下来吃饭，你也配。他高兴地坐下来。楚楚真好。阿福还捏着衣角。小姐，这不好吧？你怕什么？坐。走了半天的路，我还真饿了。风卷残云了一通，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喝了一口上好的龙井，满足的直叹息。我要永远过做米虫的日子。我看了一眼系统的积分，现在已经73分了，重获新生指日可待。结果结账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我。阿福低着头不敢看人。我看着高湛，他羞涩道：楚楚，我也没钱了。我拉着高湛对老板道：
他是皇子，把他留在这里抵债吧。随意打骂，不要手软。老板赶紧好声好气把我们送走了。出了门，我鄙夷道：出门不带钱，你是男人吗？他舔了舔唇。我是楚楚，我是男人呢。变态。结果我心情很好的回家，就迎来了一个惊天大雷，皇帝居然宣旨为我和太子赐婚了，不是侧妃，居然是太子妃，而且是1个月后成婚。我惊了。之前因为我名声不好，皇后和太子很看不起我，觉得让我做妾都是抬举我了。现在我名声更差，居然让我做太子妃。我爹和我娘愁云惨淡，说该早点给我订婚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很快就得到答案了，太子伤好了，约我去吃饭。我也想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这次一看，他也开始变态了。之前吧，只觉得他是个草包，是个表里不一的小人，现在吧，只觉得他有一股由内而外产生的阴毒之气。他笑眯眯地对我道：楚楚妹妹，之前是我不对没告诉你，我一直想娶你，现在好了，你马上就是我的太子妃了，以后我会对你一个人好的。他眼中的恶毒真是藏都藏不住了。我看了他一眼，靠近他，低声道：我知道你成了阉人。他脸色巨变，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我操，他真的成了阉人？那他为什么还要娶我？结果他反应过来后，居然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在我耳边狠狠道：果然是你，联合那个贱奴割了我的命根子，他不是喜欢你吗？你放心，等你嫁给我，我天天找几个壮汉来，让你怀孕生孩子，等我登基了，我就把他也阉了，让他看着你天天被凌辱，你们加在我身上的痛苦，我10倍还给你们。我被震撼到了。你也别想着昭告天下，别以为你爹是丞相就了不起，我母后都能弄死你们一家。他们高家的变态，这是刻在基因里的。弟弟把哥哥给阉了，哥哥还想了这么个恶毒的法子来折磨我。皇后确实手段强，更重要的是原书剧情里还有2个月皇帝就要死了，现在太子身边的护卫可多着呢，高湛想杀他都没办法吧。我忧心忡忡，感觉自己还是个炮灰女配的命，反正都是死。晚上高湛听完了我的转述，久久不语，使劲打他。都怪你，都怪你，你干嘛不把他杀了？你割了他的鸡鸡有什么用？下酒吃嘛。现在他还要来害我，你们家基因真是变态，一个比一个变态，都是疯子。本来我还在焦虑该咋整时，又传来消息说太子被人当众扒了裤子，满朝文武都看到他被阉了。我还在想阴谋阳谋，比如引导他说出真相，被很多人听见什么的。结果他直接被人扒了裤子。我问我爹，谁扒他裤子的呀？这么疯？我爹欲言又止，最后叹了一口气，哎，还能有谁？当然是九皇子啊。他满身酒气进来，然后突然就扒了太子的裤子，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呢。我娘道，这下我女儿不用嫁了，不然就太欺负人了。太子很快就被废了，只说他德行有失。高湛被重用了，他有时候晚上来找我，居然能直接抱住我的脚就睡着了。我的积分也到了90分，只差10分，但这最后10分和拼多多的砍一刀一样，总是记不到。系统说普通的羞辱已经达不到羞辱的效果了，所以必须有奇招。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到该怎么羞辱他。老皇帝死了，直接传位给了高湛。晚上他又来找我，还跟原来一样，他握住我的脚，讨好道：楚楚，做我的皇后行不行？你配吗？他低垂着长长的睫毛，去宫里抽我，不行吗？瞧把你爽的！我轻蔑的脸色还没摆出来，突然就想到要怎么羞辱他了。你这么小，也好意思说娶我？你做梦呢？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一看系统95分了，一下子涨5分。我的苍天，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还差5分。我继续说，又小又软，他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但系统没加分，估计又到了那个能加分的最高值。我倒头就睡，结果我的被子里钻进来一个人，把我从后面抱住了。这姿势虽然和高湛天天搞些18禁的事，但还没一起睡过一床被子。结果他还上下其手，我当场就要怒骂他，结果他一下子就堵住了我的嘴。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身上已经被清理干净了，身边也没人，衣服也穿得好好的，只是浑身都痛。这个狗东西！我一看系统满分了，因为昨天做的时候我又说他是窝囊废、短小软，虽然我自己吃了苦头，但我也重获新生了呀。系统消失了，我再也不用被电击了。我刚想站起来出去高兴高兴，就被痛回了他。想了想，还是装病2天吧。于是我又躺了回去。高湛也消失了2天，他不来正好，来了我高低的抽他一顿。结果第3天家里来圣旨了，我爹一言难尽的接过圣旨，扭头恨铁不成钢的看我，我要当皇后了。但我爹娘觉得一定是我之前得罪了高湛，他现在也和之前的太子一样，打算先娶我再报复我。我爹娘给我收拾了行李，叫我赶紧跑，不要管他们。正在这时，门房来报说贵客来了，我们一瞧，正是高湛。众人忙行礼，高湛冲我笑得眉眼弯弯，还是眼睛亮晶晶的盯着我，还舔了舔他的唇。我撇撇嘴，转身就走。他忙追上来，讨好道：楚楚，不生气了，行不行？你生气你就抽我，惩罚我。狗贼，那是奖励你，把你抽爽了是吧？番外，高湛能从杀人中获得快感，看着别人从痛苦求饶到绝望，身体从鲜活到了无生气，他就能得到莫大的成就感。他天生就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杀人优美，见效又快。遇到齐楚楚之前，他都是这么过的。谁羞辱了他，他就会激动。激动的是对方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真羡慕啊！亲手毁掉这种生命力，他就很爽。他杀了很多人，闻惯了鲜血的味道，但是看到齐楚楚的时候，他不想杀人。她长得很漂亮，尤其哭起来的时候，他都看呆了。他想把她关进笼子里，就像养小老鼠那样养起来。
他虽然在骂他，但怎么看也是在帮他说话。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看他额头冒汗，痛不欲生地跪在地上时，他的心不会觉得舒服，而是揪着痛。他是受虐狂，鞭子抽在身上，痛感带着那种舒心的爽感。他觉得自己要升天了，尤其是看着齐楚楚言不由衷地骂他，他就觉得更加好玩。他给他带来很多改变，让全京城的人都关注到了他。原来还有他这么个皇子。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向他投来了橄榄枝，他的黄金他拿去做了好事，博了好名声。他骂太子，他打了太子，皇上不仅没生气，反而开始重用他。很多事好像都因为他开始转动了。齐楚楚刚成婚就被诊断出怀孕3个月，太医的表情很复杂。皇后居然给皇帝戴绿帽子，结果皇上听到这个结果，高兴地大赏了全宫。晚上他把小皮鞭递给齐楚楚，楚楚就抽我2鞭子，求你了。齐楚楚不干，他现在修身养性，再也不敢做恶毒女配的活。两人一个躲一个往前，闹着闹着都笑了起来。全文完。